青灵，抓住游泳圈！我够不到！天狼！天狼！天狼！青灵，天狼，你不行，你晕船！救我！救我！天狼！青灵，妈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知道妈妈都担心死了，你慢点儿，慢点儿，能行吗？啊，我给你接点水啊。妈，我记得我好像掉到水里了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别着急，我慢慢告诉你。那天我在段家门口看到你和丁海匆匆离开，我赶到码头，刚好看到老于把你救起，结果你一直都在昏迷。还好还好，你现在醒过来了，太好了。都是妈妈不好。妈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本以为我离开段正华，他会让你和天朗在一起。妈，幸好我没有跟他在一起，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。怎么了？你们当时发生什么事了？天朗，救我！救我！妈妈不问了啊，不问了。你先休息，来，慢慢躺下。丁海，你也在，正好。天朗，你怎么不在医院待着呀？告诉我，是怎么回事？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青灵为什么会掉进海里？你告诉我！他已经想起你和他的关系了。你说什么？青灵已经慢慢恢复记忆，他想起你和他的事情，但仅止于此，其他的部分没有任何进展。他听说你和珊珊结婚的事情，所以心里很混乱。他要我带他去海边，想测试你。不可能！那天你明明说你绑架了他，是青灵要我这么说的。他要我带他去海边测试你，我当然不愿意。但他以死相逼，说我不愿意的话，他就跳海。你撒谎！你别忘了，你还向我要过赎金呢。我不这么说你会信吗？段天狼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跟雪晴已经被这个事情折腾得够呛了，我当然希望他赶紧恢复记忆，跟你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这么想有错吗？可结果呢？他掉进了海里，现在生死未卜。天朗，天朗，丁海说的都是真的，这一切都是青灵的主意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绑架，根本就没有什么1000万。你要不信，可以查一下公司的账户，根本就没有钱转到丁海的账上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青灵的思维混乱，她一方面认为丁海是她老公，另一方面又想起你们的感情，所以才搞出这么一场恶作剧的。你说这是恶作剧？那他为什么会坠海？那天我去的时候，他的思维已经非常混乱了，他忘了他本来的目的，还以为我是去抢她老公的。青灵当时精神失常，可能还没摆脱幻萍阿姨的药物控制。他一看到雪晴就冲上去打他，你说我能不阻止吗？他一看到我护着雪晴，他就疯了，又闹又跳的，然后不小心失足落海了。天朗，发生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。可是既然这样了，你也不能怪我们呢。天朗，你身体也不太好，赶紧回医院吧。不，我要去找青灵。青灵，她不可能活着了。他不会有事。
我不相信你们所说的，我会找到他，我会听他亲口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离开段家后去了法国，在那里，我一直都牵挂着你。幸亏丽丽把我和奶奶的遭遇告诉了你。我得知一切后，立刻回国，赶到了段家。把我们逼到居无定所的是段家，让我和奶奶阴阳相隔的也是他们。现在，连我实现梦想的时间都不给我。妈，我不想再见他们了。好，以后啊，妈妈陪着你，我们会幸福的。你们好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？没见过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这位兄弟啊，打扰一下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？没见过。哦，谢谢。爸。啊，天朗呢？又出去了？天狼已经无故旷工1个多星期了，徐董和张董向我抱怨了好几次，怎么办？总得想个办法堵住他们的嘴吧。雪晴，你暂时去酒店，替天朗先盯一下。哦。爸，那卖场怎么办？暂时替雪晴盯一下卖场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回来了。妈，我知道怎么改良我的香水了。是吗？今天渔民在上鱼饵的时候加了好多中草药，什么排草、郁金香松，所以这鱼饵的味道就有持久的穿透力。我想啦，以后我们做香水也可以加中草药，也可以更持久啊。所以我准备研制一款这样的香水，就叫海蜇香，怎么样？我女儿天生就是一个制作香水的天才。不过，要是加中草药的话，我可不太懂，你得帮我啊。那妈妈懂啊，一定会帮你的。来，吃点东西。真不敢相信，一个没有系统学习过的孩子，有这么高的制香天赋。我该重新为他设计未来的蓝图了。这些是我还没有处理完的文件，你都知道，按原计划进行就行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当然。之前你在爸那里被扣了很多分，希望趁这次机会能够追上来。雪晴，你原谅我了。太好了，你终于肯原谅我了。别想得太美，你还在观察期。我一定好好表现。现在天狼每天去找青灵，我真担心，如果青灵他还活着，他会不会告诉警察是我推他下海？不，那天风浪太大，船颠簸得太厉害，加上他自己没站稳，不然凭你的力气不可能把他推下海。还有我说过，这件事情谁都不准再提了，这是个意外。
如果青灵真的还活着的话，现场只有我们3个人，只要我们俩统一口径，就不可能会有问题。那我先回酒店了，你忙吧。恭喜你，终于回到酒店了。我知道那是你的梦想所在。只是暂时的，没什么好高兴的。我先走了。虽然是暂时的，但也有可能把它变成永远。段雪晴的椅子应该更舒服吧？你好，请问你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？不知道。没见过。真的没见过。谢谢。青灵，青灵，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？段天朗他来了。天朗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想见他吗？我不想见他。你确定？嗯。那好，我们走。青灵，可怜的孩子。苏南，我该怎么向你交代呀？天朗一心想找青灵，根本没心思工作，定海又不可靠。苏南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雪晴，天朗，有他们的消息了吗？你看看。爸还没休息。薛医生跟我说，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随时都有可能中风瘫痪。天朗，你不觉得爸已经老了吗？爸，还没休息。回来了。怎么，还没有青灵的消息吗？爸，我知道，现在你的心思一定在青灵那里。天朗，我放你1个月的假，这1个月里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找青灵。但1个月之后，寻找结果不论是什么，你都要必须回酒店工作。1个月。你已经荒废了很多的时间，怎么样，能答应吗？爸，我答应你，1个月之后，不管找不找得到，我都会回来工作。好。 1个月之后，段天朗就要回酒店，到时候段雪晴还得回正泰百货，那我呢，又被打回原形。段正华，你这个老狐狸，有需要的时候就利用我，用不着了就把我踢走。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？你好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有没有见过照片上这2个人？没见过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师傅，打扰一下，你帮我看看有没有见过照片上这2个人？没见过。你再帮我仔细看一看。真没见过。谢谢啊。但是旁边那大姐好像见过。您说的这位吗？啊，对，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
就是那天那女孩落水那天。那个女孩最后救起来了吗？不知道了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苏南，苏南在吗？在。你是苏南？啊，我是他女儿。这是从法国寄来的国际邮件，签国收一下。际邮件。对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再见。再见。什么邮件呀？妈，谁寄来的？是什么法国香水学校寄的？呀，太好了，终于到了。你知道这事儿？我当然知道，这是法国季防弹肉乐学校邀请你去交流访问呢，你可以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把你的资料早就寄给他们了，他们说你就是制作香水的天才。太好了，他们这么认可我啊！当然了，你可以去学习半年。青灵啊，这下子你可以脱胎换骨了，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。学半年？怎么，你不想去？没有，我想去。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，我们一起去法国，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。对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真的吗？真的是苏南租了那里的房子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是苏南没错的，他是9月13号来的，租的南华小区15栋508室。我看看。啊，9月13号，9月14号，青莲就出事了。谢谢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爸，有苏南阿姨的消息了。9月13号，她在我们家附近的公寓租了间房子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他们。好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我过去接她。爸，你就在家里待着吧，我找到他们之后就把他们带回去。好。段先生，你来啦？你好，怎么样？他交了半个月的房租，住了1天就匆匆忙忙的搬走了。那他人呢？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那这个人你见过吗？没有。确定吗？确定，非常确定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走之前我有问过他一句，他说他要去黄塘。黄塘？黄塘是什么地方？就是一个海边的渔村，你可以去那里找找。谢谢谢谢。不客气。黄塘。有人吗？苏南阿姨，青灵，你们在吗？哎，你找谁呀？你帮我看一下，这2个人是不是住在你这里？对，就住这儿。他们人呢？去九峪码头了，找我弟去了。九峪码头找你弟？哦，于奎，你到那儿一打听都知道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不用谢。叔叔，老于，哟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！是你们娘俩啊？我们要走了，今天来跟你道个别的。这好好的，怎么说走就走呢？我要带我女儿去法国上学，我们一起去。于叔叔，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和我妈妈的照顾，您的大恩大德我会记在心里，我一定会报答您的。哎，快别这么客气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老于，这是我们母女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得收下。这不能收啊！哎呀，你一定得收下。我做这个也不是图这个东西。我知道，可是这些日子多亏了你，没有你就没有我们母女的今天。我真的特别感谢，就是一点点心意，收下收下。收下吧。对对对，孩子都说了，你收着吧啊。那我们走了，告别了，回头再来看你啊。于叔叔再见。保重啊。多保重啊。酸酸甜甜人生的旅程，稀稀拉拉放飞的心情，成功或失败，我都要勇敢
己不再哭泣。请问，您是于奎先生吗？您找我有事儿？您好，我想向您打听一下，今天有没有一位叫苏楠的女士来找过您？哦，他们刚走。刚走？那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说是清零上大学，去机场的路上，刚走。你没碰到他们吗？多谢。酸酸甜甜人生的旅程，稀稀落落放飞的心情，成功或失败。我现在一想到段家，就有无穷无尽的悔和恨。青莲，仇恨只会让你更痛苦，不要这么折磨自己了。以后的日子，妈妈陪着你，我们会幸福的。即使热意的翅膀，我也要飞翔，相信自己绝不屈服，哦，绝不放弃，我绝不屈服。天朗，不会有什么大事吧？天朗最近有什么事吗？体力精神都透支了。段副董，别让孩子这么辛苦，钱是赚不完的，身体要紧。啊，那麻烦你了。丁海，送薛医生。好，雪晴，我看你气色也不是很好，你最近要多注意休息啊。谢谢薛医生，我没事儿，谢谢啊。爸，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我。美国总部要我们这边的负责人过去开会。你伯父的意思是让天朗去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肯定是不行了。爸，要不我替天朗去吧？不行，国内集团的业务都在你身上，你肯定走不开的。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。可是您的身体也不好啊。雪晴，我把集团和天朗就都托付给你了，你要看好他们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爸，您放心吧。好了，我吃饱了，去换衣服了。这几天你要听医生的话，多休息。不过休息结束之后，你和爸约定的时间也到了。青灵没法继续找了吧？你想要说什么？没事啊，我只是关心你一下。如果我回集团做事，你就得交出你手上的权限。我继续找青灵不回集团，你就有机会大展身手。丁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真的把青灵找回来，那么你绑架青灵勒索我的事情就会人证物证俱在。这事我都跟你解释过了，你何必那么钻牛角尖呢？我会向青灵问清楚的。好啊，如果你可以找到他的话。我吃好了。段天朗说的对，一旦他回到集团上班，我在集团的地位又不保了。一定要尽快搞定陈春华。老公，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雪晴，我不能送你了，我临时得去工地一趟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对不起，我事情太多，一下子忘了。你也别自己开车了，
我让老贾备车送你。怎么了？遇到难题了？本来就是个难题，陈春华根本搞不定。陈春华是段正华的御用律师，是本市赫赫有名的大律师，他怎么可能轻易就范呢？不过，你拿不下陈春华，你就得不到你想要的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我手里关于他的资料不够全面，我需要你告诉我更多关于他的情况。我早就知道你会碰壁。来，都给你准备好了，看看吧。结过3次婚，性情中人呐。他有3儿1女，大儿子已经结婚了，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，还是脑瘫。其他2个儿子在国外留学。他喜欢投资做事业，但是屡战屡败，把钱都砸进去了。这个我知道，还有其他的吗？你如果连段家的事儿都搞不定的话，那你就要考虑你还有资格跟我合作吗？如果有了这个资料我还搞不定，我确实是没有资格站在这儿。我会想办法的。请进。陈叔叔，丁海，如果你还是来联络感情的话，我真的没时间。我也赶着去上班，时间也不多，就是顺道来给陈叔叔送个东西。送东西？我不需要。带上你的东西，请便吧。看在我找的这么辛苦的份上，你就收下吧。不管是什么，我都不需要。我想您会感兴趣的。你也知道我以前是干记者的吧？这是我拜托杂志社的同事找到的资料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前几天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是无意间在跟雪晴聊天的时候，才知道你有个脑瘫的孙子。这是美国最有名的一家治疗脑瘫儿童的医院。上个月他们刚有一个成功的案例，现在那位治疗完的儿童已经能够识别简单的单词了。陈叔叔，把您的孙子送去治疗吧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奇迹的。先走了。雪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没睡好。一定是压力太大了。你要出门？今天开始，我正式上班。雪晴，我是去酒店还是正泰百货？我虽然特别不情愿把酒店让给你，不过酒店事情太多了，我最近有点力不从心。你去酒店吧，我去百货，丁海还可以帮我。好，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？
当然没有。段天朗这么快就开始防我了。如果陈律师不能帮我变成这个家真正的主人，那么一切都是徒劳。今天你好像特别安静。今天你好像特别关注我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不在，你有没有偷懒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可是很认真的在辅佐和听从段经理的安排。可是，总经理，怎么了？我们拜托花卉基地培养的梦玲不成功，这香氛断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现在老客人天天要求用梦玲熏过的被子，这可怎么办？有没有找过其他类似的香氛？找过了，但是没有梦玲那种独特的味道。再说，如果有的话，别的酒店不就模仿我们了？这样，我去国外的网站上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香氛。你叫花卉基地继续尝试配置。是，明白。清灵木，清灵木，木清灵，是清灵。清灵在这里。吴华，帮我订一张下周去法国的机票，要快。清灵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丁大哥，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。丁大哥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全家一定不会忘记的。快别说这些话。陈叔叔跟我岳父几10年的交情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美国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下飞机会有人直接送你们到医院。只要孩子能够治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可是我公公那边，等你们到美国都安顿好了再告诉他。陈叔叔的性格太耿直了，提前跟他说，他肯定犹豫不决，耽误了孩子治疗时间可不好啊。太感谢你了，丁大哥。太谢谢你了。等孩子治好了再谢我吧。赶紧进去吧，你们来不及了。好的，谢谢你了，丁大哥。好，拜拜。嘿，去吧。谢谢。走了，再见，丁大哥，再见。谢谢啊。陈叔叔。哦，丁海啊。不知道您那么急找我，什么事啊？我知道，是你送我儿子他们全家去美国治疗的。陈叔叔，您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？有点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。现在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对你的谢意，但是我承诺，所有的费用算我向你借的。现在虽然不能马上还给你，日后我一定会连本带利，一分不少的还给你。我是律师，说到做到。陈叔叔，您别那么客气。我都说了，大家自己人嘛。你的情我领了，钱是一定要还的。钱的事，您就别再提了。只不过日后我要有什么地方需要陈叔叔帮忙的话，还请您一定别推辞。不知道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忙？现在还没想到，我是说日后嘛。帮忙可以，但是不能脱离仁义的范畴。那是当然啦。怎么？
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我看伤到哪了？哎呀，伤到了！来嫂，拿药箱，快点。昨天是不是又没睡好啊？怎么了？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医生配点药？没事，我就是磕到腿了而已。雪晴，还是去趟医院吧。我就是没睡好觉，磕到腿了。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这么啰嗦？你要是坚持不去医院的话，那你今天在家休息，不准去上班了。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哎，我来。不行，我都跟爸说好了，我答应他今天一定要去，我答应了雪晴，爸。这样，今天你在家休息，卖场就暂时让丁海帮你处理，休息1天没事的。放心，卖场的事我会负责，让你跟爸可以交代。可是我，哎，好，天朗，我刚才本来有件事想跟雪晴商量，不过我看她那样不是很方便，我还是直接跟你说好了。我想给卖场搞一个你买我来送便民消费周的活动，在活动期间，只要消费满100元就免费送货上门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想法不错，放手去做吧。还没当上老板就摆老板的架子，放手去做吧。我跟你商量，不过是希望你减少对我的敌意，别以为我真怕你。我们正泰呢，一直坚持着以人为本的消费理念。这次消费周活动，我们加大了让利力度，让广大消费者都能得到实惠，这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宗旨。新鲜出炉的报纸，我跟老编争取了好久，终于帮你们争取到了4个版面。现在这上边全都是你们的活动，我相信正泰百货肯定是咱们海州红极一时的话题之一。怎么样？兄弟的办事效率还可以吧？谢了，兄弟。还好你前期帮我们大力宣传，才有这么好的事情。你知道就好。为了这件事儿，我可是拼尽全力了。我这……喂，爸。你搞的那个消费周活动我知道了，做得非常好。谢谢爸夸奖，这是我分内的事。继续努力吧。最近正泰的士气低落，而你这次活动是给集团打了一剂强心针。等我回国以后，一定好好奖励你。知道了，爸，谢谢。再见。我可都听到了啊，人家说回国之后要好好奖励你。怎么样啊，臭小子？手上正泰的股份现在应该越来越多了吧？这种话可别乱讲，害死我了。我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怕什么？再说了，你手上正泰的股份都是光明正大得来的，怕什么呀？雪晴不能上班，我就能出尽风头，董事会上肯定会有我的加分吧。陈叔叔，丁海，来坐。啊，陈叔叔，我赶时间，你找我什么事，你就直说吧。丁海啊，首先我要谢谢你，替我补发了拖欠员工的工资，还借了我这么大一笔资金，感谢你这个段家的女婿。哈，不过从你对我了如指掌的情况来看，你的动机并不单纯。我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但是我希望你让我帮你做的事儿不会太难为我。一点都不难为，反而还非常简单。那你就直说吧。我希望你帮我得到段正华的股份话语权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只是3个月的时间，股份还是段正华的。这不可能！如果你不帮我，
我就会到律师委员会那里举报你讹诈勒索，给你转账的凭据我都已经打印出来了。一旦举报成立，你就会被取消律师资格。董事会话语权，看来正如段奕华董事长料想的，段家父子经营不善，丁海和居士平开始钻空子，那我只能按照董事长的意思办了。段振华明天晚上就回来了，明晚你到家里做客吧。居叔叔，你找我？段振华马上就要回国了，这个老狐狸可不像段天朗那么好骗，所以不把他的视线引开的话，我们不好行动。你要尽快的掌握正态，赶段振华出局，否则段振华会像撵蚂蚁一样把你捏死。你那点小把戏根本撑不了多久。该搞定的我都搞定了，现在就等段振华回来。丁海下手够狠，但野心太大，只能利用不可使用，要找个理由替他出局。哈哈，好。你也是一只老狐狸，想利用我捞好处，哼，彼此彼此吧。居师傅，我先走了。那就先这样吧，不送了。在这里碰到你，这么巧？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约了客户在这里谈事。你呢？过来探点情报。听说这里风水摆设不错，我就过来看看。居士平找你有事？我是碰巧遇到的，不过他说话的心思感觉不在我身上。他问我珊珊的情况，你也知道珊珊很久没有回段家了。珊珊也没回居家吗？听居士平的意思，应该是。行了，你先去忙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居叔叔，我知道是我理亏，不过现在找到珊珊才是最重要的。滚！别在这儿装好人了。你要是真知道自己错了，珊珊就不会不见了。他得有多伤心才会一个人躲起来，谁都不见，谁都不说。段天朗，我告诉你，珊珊10几年如一日的真心对你，你就这么践踏她对你的真心呀？我知道是我的错。你真知道错了吗？你真知道错了吗？可是他不该骗我。那也是因为他爱你。我知道珊珊是真心对我，可是婚姻它不是买卖。哼，段天朗，好。说得好，你今天敢这么对我说话，你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出去，以后永远别再踏进我居家半步。走。居叔叔，等您气消了，我再来道歉。滚！
你都听见了吧？他还是不知悔改。这次，你可不能再心软了。我现在早就对他死心了，我还等着他垂死挣扎的时候，给他致命的一击。珊珊，你要真的决定这么做，爸爸给你这次机会。爸，您回来了。有没有苏南和青灵的消息啊？我查到苏南阿姨带着青灵去了法国香水学院留学，我打算这个周末就去法国看他们。这母女俩偷偷的离开，一定是我伤了他们的心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。好，走。爸，给您吃水果。田朗呢？怎么吃完晚饭没见他？明天是周六了。周六怎么了？他要去法国找青灵了。终于有他们母女的消息了。就算青灵回来了也没关系，丁海说的对，是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，不是我的错。哎，丁海，你看什么呢？过来吃水果。爸，陈律师来了。老陈啊，怎么这么晚过来呀？好久没见你了呀，听说你回来了，讨杯好茶喝呀。来嫂，西湖最好的铁观音送我书房来。哎，好，马上。哎呦，爸忘了吃药了。没关系，先让他们聊一聊，等一等再把药送上去就可以了。脑袋缺氧了，啊。干嘛？这水太烫了，加点凉的。烫吗？没觉得。你再摸摸。不用了，信得过你。你怎么怪里怪气的？爸一回来你就挑我毛病，快去给爸送药上去。让开。怎么样，这趟？还行，还可以。爸爸该吃药啦。您经常来我们家看看我爸呀？看你一来，我爸多高兴。他老出去啊，一天跑这儿，一天跑那儿的。行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们好好聊啊。再见，陈叔叔。再见。怎么样，还好吧？最近还不错。你怎么在这儿工作呀？我爸在房间工作会影响你休息。在这儿的话，如果爸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，我也可以马上进去吗？老公，老公，我觉得我们最近又重新回到结婚前的那段时光，那个时候的你那么的完美，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。所以，之前你对我失望了？我在想，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，
就一定很幸福吧？那是当然。爸吃过药了吗？嗯，吃过了。10分钟，药效该发作了。你先上去吧，晚一点我会上楼。早一点上来啊！啊，一会儿见。下次啊，一起去，比这好的还有。好啊，爸，丁海，来，快坐。我给你们烧了点热水。好样的，丁海。老陈啊，这是我女婿丁海，认识吧？很有才华，非常能干。不错。是啊，你好福气啊。这个消费粥你听说过吧？也是丁海的创意啊，是他干的。哎呀，非常成功，可以说是轰动一时啊。是啊，我也听说过他一些事儿。丁海确实是一个可以委以重任的人才啊。对啊，谢谢。这一点你跟我想的一样。哎呀，我正准备提升他做正泰百货的销售部经理，怎么样，丁海？谢谢爸，我会好好努力的。你等着啊，我还有好东西。这个是我带给你的西洋参。客气，太客气了。别跟我客气啊。哦，副董啊，有一个文件啊，需要你签个字。什么文件？拿来我签就是了。就是山城和正泰合作电子仪器的手续，走程序的事。在哪儿？啊，这儿。好。对不起了，副董。为了董事长的全盘考虑，只能委屈你了。就是明天了，明天我就要去法国见你了，青灵。今天周末，你还要去上班吗？你呢？这么早去哪儿？是不是卖场有什么事？你不知道周末的卖场会更忙的吗？辛苦了。马上你就会知道，今天不但是周末，还是个非常有意义的周末。段天狼，你会记住这一天。老公，老公，喂，徐董。雪晴啊，集团紧急召开临时董事会是怎么回事啊？临时董事会？我不知道啊。昨天副总才回国，今天就开董事会，是不是美国那边出什么事了？我爸没说什么呀，我去问问他。爸，爸，
星星。爸，爸，你召开临时股东会了。股东会？什么股东会啊？刚刚集团给我打电话，说集团召开临时股东会，只有30%股权的人才有这种资格。如果不是你召开，那就是伯父段奕华了。不可能啊！我在美国见过你伯父，他根本没回来。不是你，也不是伯父，那怎么回事啊？我去换衣服。段副总来了。丁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居叔叔。老居，你怎么来了？参加董事会啊。你参加？丁海，开始。各位董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开的是视频会议，远在美国的段奕华董事长将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这次会议。大家好啊！今天这个董事会开得很突然，我不知道你们想讲什么内容，所以我在这儿旁听，你们继续吧。那我们正式开始会议。今天的议题是罢免段振华在正泰集团副董事长一职。丁海，你干什么？我跟我爸还有天朗的股份占绝对优势，谁有权罢免我爸？雪清，你冷静一点。大家可以先举手表决。居叔叔，这里是我们的家事，请你不要过问，请你出去。我也是正泰集团的股东，而且我手上掌握了正泰集团38%的股份话语权。我不但能来，我还有话语权。诸位，大家听我说，正泰集团一直在段振华父子3人手下掌控、管理、经营着。可是，段雪晴，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专横跋扈，能力平庸，经营酒店多年，业绩平平，最后转到正泰百货更是毫无业绩。她不称职。段天朗，一个花花公子，刚来酒店的时候还做出了一点成绩。可是随即就不务正业，一心只想着泡妞，已经1、2个月没有来上班了。包括今天，我们这么重要的股东会议，他都不来参加，他也不称职。段振华，他的身体越来越糟，掌管正泰集团已经力不从心了。自从他的妻子离家出走了之后，他跟他的儿子一样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女人身上。他更不称职，他没有资格再在这个副董的位子上再坐下去。如果我们正泰集团都在这种人的领导和经营管理之下，我们怎么才能发展壮大？我们的目标是要走向国际，是要在国际市场上树立我们自己的品牌。可是照这样下去，你别说是国际市场，就是国内，我们也是最末流的。所以我提同时罢免段家3人的职务。把位子留给那些有能力、有责任心的人。所以在我看来，段家唯一一个有责任心、有能力又能上进的人，那就是丁海。
丁海，怎么回事啊？现在大家开始举手表决。雪晴，怎么了？我刚到机场。喂，天狼，你快点过来，来酒店。雪晴，你先别着急，有什么事情慢慢说。他们要罢免爸的职务。什么？你快点，快来吧，酒店要变成别人的了。快点，再不来就迟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现在宣布，在段奕华董事长未表态的情况下，同意免除段正华副董事长一职的股权为42.4%，不同意者3.1%，其余为弃权。未到场者均以弃权处理。从现在开始，段正华不在正泰集团担任任何职务。居老弟说的话句句在理啊。是的，正泰集团需要调理，让有能力的人来管理正泰，能让正泰在国际上得到更好的发展。各位董事，我同意居士平的提议，由居士平担任副董事长，丁海担任正泰酒店总经理一职。你们把这件事处理好了，我就不过问了。你什么时候成为我们正泰大股东了？什么时候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结果。现在连你的亲哥哥段奕华都不同意你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。你的股权一定有问题，你不可能有38%的股份话语权。今天这个投票结果我也不会认同的，我要等我的律师来。好啊，等啊，我也带了律师。你要不要先看看我的话语权书？这是我的权状书，你过目。现在我宣布，董事会通过议案，段正华被罢免了。喂，天狼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议案通过了，爸被免职了。我已经到酒店了。那行，赶紧过来，不跟你说了。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个混账！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你醒醒！爸，大副总，爸，你怎么了？爸。我不管你是怎么得到话语权的，可是没人通知我参加会议，我就没能投票提出异议。天狼，就算加上你那10%，反对票也到不了15%。哼，你就不要对这个结果再纠结了。送你父亲去医院，才是真正的大事儿。对了，刚才的会议你没有参加，有件事情你不清楚。丁海现在已经接任了你的职务，
任了酒店的总经理。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你让我女儿受伤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不是让你们好好照顾她吗？你们两个是怎么做人子女的？薛医生，我爸病得很严重吗？中风瘫痪了，醒来估计连话都说不了了。什么？爸，我不相信爸会倒下。爸，你没事吗？爸，你醒醒啊，爸！现在伤心已经迟了。薛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爸，你一定要治好他。我当然会尽力的，但我不敢保证他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爸，你醒醒！怎么办呢？这回失去了正太，现在爸又倒下了，没有爸为我们做主，我们怎么才能拿回正太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居士平手里怎么会有正太这么多股份话语权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爸没事吧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天朗，为什么居士平他有你爸、你妈还有雪晴的股份话语权书啊？你说什么？居士平今天董事会出示了权状，大家可都认可了。这不可能啊！一定是他做了手脚。你想，我爸怎么可能会把股份话语权状交给他呢？我也跟你想的一样，他宣称整件事都是通过了合法的途径，可是你爸现在病成这个样子，想问都问不了。关键就是董事长段奕华，他也同意罢免你们全家了。不可能，我从来没有跟居士平单独见过面，怎么可能会把股权给他？再说，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爸就更不可能了。可是徐董跟我说，陈叔叔，你来太好了。怎么样？酒店那边有什么情况？别着急，现在居士平那边我都去了，所有的文件我都核对了，没有一点问题。这不可能！陈叔叔，你是不是也被弄糊涂了？我从来没有签过任何文件给他们。再说，爸你还不了解吗？你爸把话语权签给了丁海。丁海？这件事情是我经手的，副董亲自签的，文件和备份都在我这儿。陈叔叔，你是说我爸把股份话语权状交给了丁海，丁海又把这个权状交给了居士平？对，只有这一种可能。这样吧，我再去看看还有什么其他解决的办法，好吗？啊。看来他们两个早就勾结在一起了。弟弟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办？都怪你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要这样对珊珊？你为什么要得罪居士平？如果要不是你，我们两家公司早就合并了，怎么会成现在这样？都是你不好！天亮，你告诉我，你的爱情就那么重要吗？比爸还重要，比公司还重要，比我们整个正太都重要吗？都是我没能把索娜阿姨找回来，让她失去了精神支柱。丁海，丁海，你个王八蛋！
这里以前是段天朗的办公室，不过从现在开始，它属于你了。哎呀，这椅子比我的椅子舒服多了。来，给，这是段正华和段雪晴的权状书，还给你。这一次我们合作的很愉快，你也这么想吧？怎么，还不满足啊？啊，是不是你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，而利益我又分走了一大块，你心里不舒服是吧？倒也没有。那就好。年轻人嘛，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，对吧？只要你能乖乖地听我的话，还继续我们愉快的合作，我相信要不了多久，你就能进入段正华的办公室了。谢谢居叔叔提点，我想以后我们继续合作愉快。哎，好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搬到段正华的办公室去了。丁海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个骗子混蛋，我打死你！干什么你？你骗我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我告诉你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，要不然我叫保安了。我从来没有签署过那个什么文件，你这是诈骗，你这是犯法！没错，你是没有签过行使权。段雪晴，你签的是股份让渡书。什么？看清楚了，上面是不是你的字迹？看清楚了吧？你现在的股份由我来支配。假的，这个是假的，我从来就没有签署过这个东西，不可能，这个是假的。撕吧撕吧，无所谓，反正手续都已经办好了，这个是副本，随便你撕。段雪晴，你梦寐以求的办公室现在在我的手中，你作何感想啊？不承认，这不可能，我不承认，这里是我的，我不承认，我不承认。保安，叫保安没有用，他们都是我的部下，他不会听你的。丁姐，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。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丁海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段小姐，不让我回办公室，我看守你！段小姐，请不要让我为难，您再不走，我就向丁总经理汇报了。丁总经理，谁让你这么叫他的？他不是总经理！哎，你放开我！段小姐，放开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